我是说啊，我现在一个人在家，我都没有人照顾，我现在心痛了，怎么办？很严重了，痛到 ，OK， 第一件事你应该做的，立刻躺在地上，立刻躺在地上。我讲了，不要坐着，不要站着，立刻躺在地方。如果你是驾车的时候在痛，驾到一旁，把整个椅子躺下去，整个人躺下去。不要再驾车了，不要说我赶得到去医院，我真的一定赶得到，不要。心脏病在10秒钟里面可以致命，如果是你没有来不及的话，10秒钟里面你就会晕倒，如果严重的话会晕倒，我们怕你跌倒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自己有痛，第一件事找个宽阔的地方躺下去，人家最重要是有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，有人可以 access 到你的地方，就是可以进去把你抬出来的地方更好啊！不要躺在门那边挡着门那一侧，躺着比较远一点，可是有方便别人把看见你的地方。如果是在草场的话，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躺下，不要跑到路中间哦，被车撞到。等一下哦，就是旁边躺着。OK， 为什么要躺着呢？第一，你不要你跌倒咯，因为昏倒的话，跌倒一定是大问题啊，因为会撞伤啊，这个地方会出血，不要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当你躺下的时候，你的脚的血的那个回流啊，比较容易，心脏的那个压力忽然间减低，意思说你一躺下的时候，你的心的那个泵的那个力会减低，然后你的血回去你的心脏比较容易，因为你躺着，所以这2点一定要记得，躺着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。有些人会把脚抬起，就是把一个枕头放在把那个脚跟抬起，高过心脏，感觉到血回流。我觉得你要做也可以，不做也不要紧，因为是一样的，躺着就可以了。Okay， 第一件是躺着啊，然后躺着过后呢，不要紧张。如果你有电话在你身上的话，就打999，不是打给家人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打给也 up to you 啦，你要打给家人，哪个比较快啦？你要打家人也可以，你要打给那个，可是我提议打999啦，直接就打。因为你在10秒钟里面，如果是真的是严重的那个心脏梗塞的时候呢，10秒钟你打电话是来不及的，所以你打999的话，至少你知道有 ringing， 至少人家可以 trace 到你，至少你有个机会在这个医院的人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有事情发生，有人会来找到你。所以或者是你打家人的话，怕你打了过后不通，人家以为 miss call 打很久，这么没有接的这样子又一个大问题。所以打999至少有个机会然后打999过后呢，一打了999过后就躺着，就把心安下来，不要再紧张，不要再紧张，因为你太紧张的话，你的血液又要循环很快，你心脏就会越来越恐怖。所以呢，我就讲你一定要那时候就是 pray 我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praying。如果你有 GTN， 立刻放 GTN， 没有 GTN 的话就没办法GTN 就是那个舌下的，你可以试下就可以了。你躺下去过后就是 praying。为什么我叫你 pray？ 因为呢，你 pray 的时候，你身体那个心跳会慢慢会降低，然后你就 calm as possible， 等 ambulance 来了，这是你可以做的东西 ，not more than that。这是我可以给你自己自救的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心脏病是这样子的，有时真的是不可以 predict 到它的 outcome， 就是说你一下子来救得到吗？或者一下子来就是完蛋了这样子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你有些有宗教的人他会立刻 pray， 就是把他的心安下来，可能就是比较 you know at least is the last thought 啦，就是这个问题在医院的话呢，医生到底是如何医治这个心脏梗塞的病人？如果你到了医院，成功到了医院，应该随时会做什么东西？医生到底是怎样做的？好，当你成功来到医院，第一件事就是，如果是 ambulance call 的话，他直接就送去你这个我们叫最严重的那个 zone， 我们叫 resuscitation zone， 他直接就送你过去那边，他们那个医生立刻去看你，立刻的，他们没有 delay 的，因为心脏病 time is muscle， 我们已经知道的。我们在 ambulance 已经是接到电话了，这个病人从那里来，几分钟过后就会到医院，请准备。
我们就会 stand by 了的咯，就会哦，就好像我们看那个 emergency room 那种很紧张的，就推的病人就跑进去这样子，我们就找一个空位给他躺上去，然后就放那种心脏图啊一大堆那东西兜上去，然后过后拿血啊。我们那时立刻就会第一样东西做的就是在做心脏图，心脏图一定很快我们要做到，就是 ECG 哈啊，我们就放这边放那边很多的啦哈，他们现在很 modern 的很多方便的东西方法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问简单的几个问题，你就照实说。如果是有家人的话，更加容易，因为我们问家人会比较快。可是问你的话，你可以讲话就尽量讲。如果你觉得你讲得很喘，不能讲的话，你小声讲也不要紧，不要冲动的，很痛了呀这样子，因为你一出气大力的话，你心脏病会更严重，所以你尽量放松。然后讲话也不要喘，因为连心脏病的时候讲话都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要用力啊。So， 然后他会问你吃什么药，如果你吃血清药啊，你吃 gabapentin 啊，你吃那种 warfarin 啊，或者是吃 aspirin， 什么药你要吃的，你都告诉他。如果你记不得的不要紧，你说你来过这里看过医生，他们去抢那个药。血清药一定要讲，有吃血清药一定要讲。因为呢，医生不知道你吃血清，因为那个血清药很重要，因为到时我们打通血管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。OK， 当他问你简单的那些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会问你有三高之类的，或者家人呢有带药过来吗？或者吃了几粒的 GTN 很重要的，吃了几粒的 GTN 很重要的，那几粒你要跟他讲你吃了多少粒啊哈。因为它会血压低的，我们要看清楚。如果你吃了1粒，我们明白；你吃3粒不同的，我们不能下一点药，会很危险的哈。要讲血清药、GTN 这2样东西一定要讲啊。然后他就会问你了，你有没有做手术之类的？因为我们现在要给你就是打通血管的药，那就是溶霜药啊，我们叫 thrombolysis 英文溶霜药啊。这个溶霜药呢，它是打在这个静脉的，打入你的静脉的。这个溶霜药呢，它是现在很普遍，可是是很贵的一剂可以到5000块到10,000块的，可是马来西亚是 free 的，所以我们人民真的是很多福利的哈。你来到医院，他会问你有做过手术吗？你就告诉他几时做手术。因为这个溶霜药呢，如果是在2个星期你做过大手术，我们是不能给的啊，因为怕出血啊伤口。然后呢，有中过风、头脑出过血的，如果是在2个星期里面的，或者是以前没有头脑出过血的病人，都不能给这个溶霜药。所以他们会问一大很长的那个问题，不要紧，你现在不知道不要紧，他会问你就跟着答就对了然后他还问 allergy 之类的当你全部 checklist 都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进行打这个溶霜药咯有些人呢他不会打溶霜药，好像在 private 的或者是在我们的 center 的，有些我们直接就 offer 他去做那个我们介入叫做介入治疗，就是打那个 balloon 就是直接带你去那 operation room， 放一个插这个一个管子在这里，然后到心脏里面放 balloon 或者放 stand 叫做介入治疗。这个 standing 呢，在90分钟里面一定要做的打溶霜药是30分钟里面，我们的 target 是30分钟，从他到医院，然后做那个心电图，拿了血，问你那些问题，然后这个药物打在你的静脉里面是在30分钟里面。我们的 target 是最迟60分钟，我们很快手的 OK， 因为外面已经慢了嘛，我们一定要在30到60分钟里面搞定。如果是做那个 PCI 呢，就是我们讲的介入手术的话呢我们就给到90分钟，就是从你到医院90分钟里面一定要推进 operation room 搞定那个是要看你的费用一定一大堆，一定是有的这些费用东西，在 private 一定有问费用的东西，没办法可是呢总之是到时有担保就可以，他们就可以做，政府医院有担保就可以做了 OK。 如果做了这两个 process 呢，我们很紧急，所以我们叫 top priority。每次一有进来这种病人一进来，我们就按钟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按 alarm 这样子的，病人来了，就按的，我们全部人就跑进去，就是救这个病人了，就是这种情况了就是这样紧张的然后当他打了这个血，
打的这个血溶啊，我们叫做溶霜剂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在 emergency 那边看着它，因为打这溶霜剂呢，我们在1个小时里面，我们就看有没有好转哦，看它有没有那个EC， 我们会继续做 ECG。ECG 是很好用的，因为 ECG 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因为呢 ECG 就可以知道我们那条大血管阻塞了。然后呢，当我们打了溶霜药过后，我们再会继续做 ECG 来看有没有 recover 了，就是说那个血块有没有被打溶了。所以ECG 是一直在做，所以每15分钟我们做一次。然后那个血液的检查呢，就是一个辅助品嘛，就是一个帮忙看看之前有没有不够血之类的。如果够血，我们会 top up 或者找其他原因为什么会有心脏病。或者有糖尿病之类的，我们都会在这个血报告里面看一看所以 ECG 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现在很多那种电子手表都有做这个 ECG 的，可是我相信那个是还是很初期，它的那个 ECG 的那个 pattern 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你需不需要知道怎样看心电图？其实我觉得你们不需要，你们只是知道心电图很重要，一进到医院一定要看心电图。还有找一个习惯每次做了这个心电图都收一个副本放在你的家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电图呢是对一个医生来说，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这个病人嘛，如果你有个底，就是说你之前有做过 ECG 的，你可以带来医院的话那是锦上添花。对我们来说，可能这个就是可以知道这个之前是 normal 的，现在变成不 normal， 或者之前它也是不 normal 了的，现在更加不 normal 呢或者是有时我们看了，可能你们觉得是心脏病，我们问多几下看了心脏图，其实不是心脏病嘞我们就 stand out， 可能是其他的，好像人说胃病或者是我们的胃部你说胃部有溃疡胃穿穿胃，其他的问题啦，或者是有肺部感染也可以同样的感觉，所以我们会做 X 光会做其他的东西来帮助，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心脏的问题 ，OK， 然后呢，当你在打通血管过后呢，如果是打这个溶霜药的话，是在 emergency 打的话呢，他们会在 emergency 直接送你去那个心脏的保护叫 CCU 啦 ，CCU cardiac care unit 然后在那边直接就在那边慢慢的去调养哦。如果是打通北仑呢，就是也是从那边从我 emergency 直接去通北仑。然后过后直接就进那个 CCU。